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老年之后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关键，一定要提前安排好，不要总是觉得儿女非常的孝顺，自己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就可以了。有人说过，晚年之后呢，每个人都是越活越卑微，只能看别人的脸色做人。对此，很多人都不明白，人老了不该受到家人的尊重吗？为什么会越活越卑微呢？况且，儿女不该照顾父母吗？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，儿女尊重父母、照顾父母，甚至听父母的话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可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，越是理想化的事情，其实就越难做到。在以往那个伦理道德比较浓厚的年代，儿女听父母的话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可是到了今天，人心浮躁，不孝的案例层出不穷。这一点，我们只要看看孤寡老人的事例就知道了。没钱没势的老人会被家人抛弃，成为孤寡老人，而有点钱财的老人会提前的把家产交给儿女，让儿女有了更多的选择的空间，而他们自己已经毫无退路了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晚年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，这并非是我们跟外人的博弈，而是跟我们自己儿女的博弈。退休后，不管有没有存款，都要立刻的对儿女们做这3件事，方能安稳。第一件事就是退休后要立刻的对儿女旁敲侧击。在网络上有这么一个问题，父母该怎么跟儿女沟通呢？直白的说，把事情放在台面上容易闹矛盾，而不敢说呢，又会让儿女产生模糊的心理想法，这都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。最好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学会对儿女旁敲侧击。何谓旁敲侧击呢？那就是以暗示的手段，让儿女知道我们的需求，明白我们的所思所想。比如说，暗示儿女要孝顺，我们不要直白的跟儿女说你们要孝顺父母，而是要懂得举例子，尤其是不好的例子，让儿女产生愧疚感和责任感。在心理学上，我们称之为煽情。比如说，暗示儿女要多体谅父母，我们只要把自己以往的经历说出来就好，自己是个孝顺的人，相信儿女也应该是一个孝顺的人。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的谅解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把握好做事和说话的分寸，既不能让儿女感到利益受到了损害，又不能让儿女感觉到我们在倚老卖老。如此，旁敲侧击的方法就显得很管用了。第二件事就是退休后要懂得在钱财上跟儿女划清界限。有道是感情归感情，钱财要分明。亲人之间虽然有着血脉的关系，但它毕竟只是联系而已，这关系特别的脆弱，根本是不堪一击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把重心放到钱财上了。谈到钱财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它特别的俗气，说多了容易影响家人之间的感情。可是，如果不谈感情，那这段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真正靠谱的关系，往往是能通过金钱的考验。唯有虚伪的关系，才会在金钱面前原形毕露。可以说，钱财就是一面照妖镜。跟儿女谈钱，那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与之划清界限。父母能尽可能的帮你，儿女不能提前的拿到家产，双方保持互相尊重的关系。有人会说，把家产给了儿女，儿女不就能更孝顺父母了吗？说实话，如果儿女真的选择不孝顺父母，那我们也拿他们没辙。钱财在手，至少是有个保障。可一旦钱财到了儿女的手上，那我们将退无可退。所以说，懂得在钱财上与儿女划清界限，这是一种大智慧。第3件事就是退休后要立即的跟儿女分开住。俗话说，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？你我都处于同一个屋檐当中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
相信你我之间绝对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。说的难听一点，终究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仇人。父母和儿女成为仇人的概率高不高呢？在退休之前，父母和儿女应该不会成为仇人，而在退休之后，父母和儿女成为仇人的概率就大多了。因为没有工作的父母绝对会讨人嫌，人老了每天都在家里面，而儿女看到父母啥都不干，甚至只懂得享受，那一刻他们的怨气不就出现了吗？很多人都觉得老了退休了就同儿女们住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了。也有很多老人天真的认为晚年有儿女照顾，身边有子孙，那就是养老的最好的状态。这种想法如果放在10几年前还行，但是现在的社会发展太快了，年轻人的思想和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老年人和年轻的子女住在一起已经不再适合了。所以老年人退休之后最好就是不要和子女住在一起，生活习惯不一样，在一起就是互相打扰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，而每个生活习惯都是长时间的培养出来的，如果要为谁而改变，那真是很难的。特别是2、3代人住在一起，由于生活习惯的不一样，他们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也比比皆是。例如在饮食方面啦，老人喜欢清汤寡菜，而年轻人就喜欢大鱼大肉。例如在作息方面，老人习惯早睡早起，年轻人就喜欢熬夜。例如日常的生活开销方面，老人喜欢节俭持家，能省就省，而年轻人就喜欢大手大脚，想买就买。这样大家的思想观念不同，就会争吵。很多老人由于过去几十年的陈旧思想根深蒂固，很难跟得上新的事物、新的思想的变化，双方之间就会有冲突，而一旦有了冲突，就不可能一味的容忍了，日积月累就会引发一波又一波的争吵。尤其是在处理婆媳矛盾方面，一直都是很多家庭没办法解决的一个大难题。有人可能会说，现在的婆媳矛盾没有这么严重了，其实因人而异，也都会有好的公公婆婆和好的儿媳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绝大多数的家庭婆媳之间能够和谐往来，其实都是来自于分居，也就是说他们不在一起住，相见容易相处难，特别是女性之间更加的容易有矛盾。两个来自不同生活习惯家庭的人，大家一起生活肯定有很多的不习惯，矛盾就会慢慢的呈现出来。一旦有了冲突，无论是大的小的矛盾都会有爆发的，到那个时候家庭关系就难以和谐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人这种生物很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，不见得有什么包容之心。对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点，跟儿女分开住这件事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。分开并不代表我们不爱儿女，而是代表了一种尊重。我给你自由，也请你给我自由，互相谅解，仅此而已。我们常说，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事物，可为何在今时今日，亲情却让我们如此的左右为难呢？首先是人性变了，以往的单纯和朴素都变成了如今的复杂和善变。其次是观念变了，以往的观念大多以感情为主，而如今的观念大多以利益为主。在这个人心浮躁的社会，父母最好的做法就是在体谅孩子难处之余，好好的规划自己的晚年，这才是最安身立命之道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